生总会有很多意外与惊喜哈。片头呢，先进行今年初的场景回顾哈。接着呢，以下是在睡梦中与 Google 演算法达成的共识就是把周遭的环境呢整理到目前的现况打破平时拍片单点或区域的影像改采用全面的方式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彼此设施间的连结与安排也希望呢可以因此加速你呢融入与进入环境的规划中因此呢本片打算不针对内容设施进行说明，单纯只是场域的规划分享。直接进入个人 Q&A2 拍摄影片的前一天呢，把旧片呢重上字幕到凌晨3点睡梦中呢出现了与 Google 演算法沟通出要做此片的结论算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体现所以起个大早呢8点就过来这边了，应该很少可以看到场景的光线是如此明亮至于只是做个梦呢就真的这样做可能是与人生的惊奇际遇有关而且呢都已经爬起来拍摄了那就真的做个分享好了。也许呢这对于也想将自己的种植环境呢进行设施连结的观众朋友也会有帮助在个人的经验中呢，最神奇的一次是大四准备研究所考试时因为一道微积分的题目百思不解就在众人也束手无措之时呢，个人却在睡梦中把它解出来了，还赶快爬起来把它写下来。个人的解释是，这可能跟高度集中精神思考有关只是呢，人生真正很用力的在使用脑力的时间算是不多因此呢，类似的几次经验都出现在跟数学有关的背景之下。本片想分享的并不只是场域环境而是个人为何会出现在老家这边与自然农法呢实际操作后的一些想法由于呢家中有喜肾长者所以呢一星期会有3天的时间呢需要固定锁住约5个小时回来老家这边呢让狗放风的时间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外加 Goffy 当初可能是被丢包所以对车子呢一直有恐惧感不愿意坐车所以放风的时间呢也没办法往外跑因此放风的时间呢就找点事情来做只是当初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呢会跟拍片呢产生连结就是话说喜肾患者呢对于绿色的蔬菜特别要求呢要先水煮汆烫过主要是清除青菜中呢高钾与高磷一般惯性农法呢因为要求大量生产与种植效率大都会使用化肥进行加速生长而试想一个问题一堆菜都要先煮熟再进行热炒会好吃吗？虽然我们也是配合着吃不过呢喜肾长者自己却不吃有时候呢都不知道这样到底是谁在喜肾血液透析折中的办法呢就是把化肥拿掉而要这样做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种算了反正以前对种花种树也蛮有兴趣的不过呢要进行无农药甚至无化肥的方式种植呢就诚如之前的影片呢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也尽量采用物理性的防范克服外加呢自然农法呢来进行改进降低一些阻力
在这样的自然农法成效下呢，目前菜都已经可以照正常烹煮了。每个月的抽血检查呢，也都可以在标准值以内哈。个人的想法是，把3餐的高钾、高磷降低后呢，对于不遵守医生说法、很爱自己乱吃的长者呢，算是有尽到个人能力了哈。而这样的经验呢，只是想说哈，这些被迫想出的解决办法呢，并没有要渲染哈，对于需要血液透析洗肾的患者呢，蔬菜可以不用穿烫哈。如果家中呢有遇到配合度不高的患者呢，倒是可以尝试看看这种方法。不然呢，说实在的，一些菜吃起来该是要脆脆的才好吃的菜呢，都先煮过再炒哈，是真的缺了菜的特色了。而关于这样不施肥的方式哈，在作物吃起来的感觉上呢，效果最明显的应该是豆科植物啊。豆科植物呢，会出现很明显清甜的感觉哈。或许这就是一般在说哈，自然农法下呢，没有经过催速生长的菜呢，可以吃到菜的原味啦。所以呢，如果可以呢，搭个简易棚架哈，会帮助不少啊。个人的棚架呢，也是时常长得非常怪异哈，但反正要的是健康好吃的菜嘛。棚架规模呢，则是看个人需求下去考量吧。另外，个人最近想再尝试一个互动讨论的方式啊，因为只是互动讨论没有涉及费用的问题哈。想要讨论的是呢，种植环境设计与安排上呢遇到的问题啊。目前想到的具体方式是，把种植环境呢拍摄一段影片后呢，上传到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或是 Facebook 啦。后续讨论平台呢，个人会使用 Meet 软体直接与你进行讨论啦。你只需要有安装 Meet 软体其他后续呢，你就只需观看与讨论即可不用露脸啦。所幸呢，现在订阅的人数并不多啊，所以这样应该还可行啦。但讨论时间呢，仅限定在台湾时间呢晚上10点后但限定的语言呢是中文或台语对于使用英语啊、德语啊、日语的观众朋友呢，就算台是在如何友好个人的能力呢是真的很难友好的起来在此先说抱歉啦。这是初步想到的讨论模式理论上执行度应该不难啦。毕竟在疫情下呢，也曾经操作引领过线上上课的。不过呢，有需求才报名请别无聊干扰了创造的善意回应管道啦。至于报名方式呢，在任意影片下方留言都可以啦。不过你遇到的问题呢，必须先拍好影片这样沟通上呢产生的落差会比较小啦。目前只打算先提供3个名额测试一下量能啦。谢谢收看。